福生无量天尊，道有慈悲，贫道贤真在此与诸位结缘。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时常被鼓励去表达自我，展示才华，积极进取，仿佛越是敢说、敢冲、敢亮相，就越是值得肯定。然而，《道德经》第24章却提醒我们，凡事若用力过猛，反而容易适得其反。这一章短短几句话，却构成了一整套对自我膨胀与虚荣竞逐的深刻批判，也是一种关于人与道、人与群、人与己之间关系的深度揭示。章节一开头，老子就用了2个具体的身体动作来象征心态：起者不立，跨者不行。起是踮起脚尖，试图站得更高；跨是迈得过大，希望走得更快。乍看之下，这似乎是积极奋进的姿态，但老子指出，这种姿态恰恰违背了自然的平衡。一个总想踮脚的人注定站不稳，总是跨步过大的人也难以走得久远。这里不是反对努力，而是在警示，如果一个人时时刻刻都在追求突出，争先，他的行为就已脱离了道的自然节奏，终将无法持久。当代人面临的是一个极度竞争和展示化的社会，在这种环境下，起和跨不仅是一种身体姿态，更是一种心理投射。我们时常会对自己的价值缺乏安全感，因此努力去寻找一种能够让自己显得更好的方式。这种显得更好，可能表现为在朋友圈频繁晒成绩、晒孩子、晒旅游，也可能表现为在职场中不断加码工作时长，主动揽活，追逐高频曝光。但老子想告诉我们的是，真正的强大不是在形式上超越别人，而是在内在上安顿自己。一个不需要踮脚就能看得远的人，才是真正站得稳的人。一个不需要迈大步也能抵达目标的人，才是真正走得远的人。自见者不明，这是对内心被自我遮蔽的状态的深刻剖析。所谓自见，就是过度关注自我呈现，执着于我的存在感。当一个人始终把自己的存在放在首位，他所看到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围绕我展开的。他无法真正看见别人，也无法真正了解现实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于是他的判断就会变得片面、偏执，甚至容易陷入盲区。自是者不彰讲的是一种逻辑上的悖论。那些总觉得自己是对的人，反而失去了被认同的可能性，因为道理并非靠自己强调就能成立，它是需要在交流和验证中慢慢生发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键盘专家、家庭权威、情感导师式的人物，往往热衷于给别人定论，喜欢用一套自我建立的逻辑去解释复杂的人性和社会现象，但这种自视恰恰使得他们难以与他人真正对话，也无法形成真实的影响力。自伐者无功，这句话更适合当今信息传播过度的年代。我们生活在一个曝光等于价值话题等于影响力的社会逻辑之中，许多人倾向于夸大自己的成就，用夸张的语言包装普通的经验，用情绪化的叙述吸引注意。这种自伐式的文化，一方面拉低了公共表达的质量，另一方面也使得人们越来越依赖他人的认同来确立自我存在。但老子告诉我们，真正的功不是靠说出来的，而是靠积累出来的。功若真实，自会被看见；若要靠鼓吹，反倒暴露了其虚弱。自今者不长是一个时间性的警告，所有的炫耀都有一个有效期限，所有的高调都终将过气。真正的长远之计，从来不是赢在一时，而是赢在长城。这句话不仅对个人适用，对家庭、企业、社会同样适用。一个家长如果总是以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多来压制子女的思考空间，那这个家庭关系迟早会因为自矜而出现裂痕。
一个企业如果只靠创始人的个人魅力和口才，而没有真正的制度与文化建设，它也无法走得远。其在道也，曰于时坠行。这句话极为生动形象地把前面几种自我炫耀行为归结为多余的食物和累赘的动作。这不是在批评个别行为，而是在指出一种根本的不合道的状态。道是简约的、协调的、自动化的，凡是过多、过剩、过头的行为，都是与道的本性相违的。从这个角度看，一个人是否合道，并不取决于他做了多少事，而在于他是否能做到不多、不杂、不浮。现代人的问题往往恰恰是太多了，信息太多，欲望太多，情绪太多，计划太多，目标太多。我们的一生似乎被无数个必须实现的清单包围，却很少停下来想，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哪些行为是于时，哪些努力是坠行？一个从未审视过自己内在节奏的人，便永远无法走进道的境地。因为他的行为虽然很多，但没有方向；他的目标虽然明确，但没有根基。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这句话是对整章的总结，也是对有道者行为方式的一种描绘。宇宙万物有一种内在的审美和运行逻辑，它天然地排斥那些不和谐、不自然、过于张扬的存在。因此，那些真正接近道、活出道的人，不会选择那种高调、抢眼、激进的方式。他们懂得退，懂得让，懂得不争，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喧哗，而是内在的稳定。放到今天来看，所谓有道者不处，也就是真正明白生活本质的人，不会把自己放在舞台中央，他不需要时时刻刻表达自己，也不会为了争取存在感而随波逐流。在家庭中，他可能是一位安静却始终可靠的父亲，一位不多言却始终支持的母亲。在工作中，他可能是一个默默无闻却能稳定团队的人。在社会中，他可能不是最耀眼的光，却是最温暖的热。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力量，相反，他们的力量恰恰来自于那份从容、稳定和不可替代。他们就像一块沉在水底的石头，看似不起波澜，却让整个水面因为它的存在而变得清澈平稳。他们不是不行走，而是脚踏实地的走；不是不表达，而是言简意赅的说；不是不思考，而是不被欲望裹挟的想。他们与道同频，因而被天地万物所承认。这一章既是对行为的警告，也是对人生姿态的修正。他要我们在一个鼓励炫耀、鼓励竞争、鼓励冲刺的时代，重新认识退的价值、不争的智慧、谦的力量。起者不立，并不是说起不好，而是说不能过度；跨者不行，也不是说跨步不行，而是说不能失了节奏。生活的智慧从来不是跑得最快，而是合拍、适度、和谐。我们要问自己，在今天这样一个过度展示、过度追求、过度表达的环境中，我是否能保持一份内在的稳定和节制？我是否能在别人争抢的时候选择安静？是否能在别人炫耀时选择沉默？是否能在别人迷失于表象时保持清醒？如果可以，那么我们离道便不远矣。而接下来的第25章将不再聚焦于人的行为，而是抬起头来，引领我们重新凝望这个世界背后的根本秩序。什么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那个没有名字却存在于一切之前的东西，才是我们真正要靠近和理解的对象。第25章将带我们走出人情，入于天道，进入一段宇宙本体的哲思之旅。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关注频道，我们下期再见。